出大事了啊！美国突然对委内瑞拉发动了进攻。根据福克斯新闻、路透社等多家主流媒体的突发报道啊，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在深夜连续传出了至少7次的巨大爆炸声。城市上空呢出现了低空飞行的美军作战飞机，委内瑞拉主要的军港和指挥中心遭到了定点打击。首都圈呢随后陷入了大面积的停电啊。这是2025年9月美军启动南方长矛行动以来，针对委内瑞拉本土最直接、最猛烈的军事进攻。而在我做视频的时候，特朗普就宣布他们已经成功抓获了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罗了。美国政府对外宣称啊，这是一次针对毒品恐怖主义的必要执法行动。但我必须在此直接指出本次事件的核心本质啊，这绝对不是一场单纯的缉毒行动，而是美国为了彻底铲除自家后院的安全威胁，重新确立对美洲绝对的控制权，并强力扫除中国在南美洲影响力的一场地缘战略清算。各位早上中午半夜企业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武仁。这期视频呢，我尽可能的收集有关美国攻击委内瑞拉的最新视频文字，并结合25年美委对抗、国际政治经济局势等信息，对本次战争进行分析。首先，让我们先看一下现场的情况啊。根据目前汇集的信息呢，美国直接针对委内瑞拉国家机器进行了斩首和瘫痪啊。袭击发生在1月2日，也就是加拉加斯当地时间的凌晨。多名目击者证实呢，巨大的爆炸声并非来自于地面冲突，而是来自空袭。路透社援引美军内部人士的消息证实啊，美军动用了部署在波多黎各的 MQ-9 死神无人机，从海上发射了巡航导弹。攻击的目标就非常明确了，不是贫民窟的贩毒据点，而是委内瑞拉军队的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政府周边的通讯节点，还有呢就是位于北部海岸的关键海军设施。就在爆炸发生的同时，加拉加斯以及周边的地区发生了大规模的电力中断。这种精确的时间配合表明美国网络司令部已经提前渗透并控制了委内瑞拉的电网系统，目的是在物理打击开始前呢，先瘫痪对手的防空雷达和通讯设备。现在的委内瑞拉可以说是乱作一团啊。马杜罗政府虽然在袭击后立刻发表了强硬讲话，号召军队呢保卫国家，并且指责这是帝国主义入侵，但实际控制能力啊正在经受严峻的考验。进攻后6小时，特朗普呢在接受采访时就宣布，美军已经抓获了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罗，并将他押送上了返回美国的专机。此前，作为反制手段，委内瑞拉安全部队扣留了多名美国公民啊，试图以此作为谈判的筹码。但今晚的空袭表明，这种人质外交并没有阻止美军，反而成了美方升级军事行动的催化剂。不过呢，要了解这场战争，我们还要把时间线向前推啊，因为美国为了这一刻已经进行了长达数月的精密布局。军事上呢，美军在加勒比海早已集结完成，代号南方长矛的行动始于2025年的9月。美国海军福特号航母打击群早在去年11月就被部署到了加勒比海域啊，对委内瑞拉的海岸形成了事实上的铁桶围困。更值得注意的是，美军重启了位于波多黎各的罗斯福路海军基地。这个曾经冷清的基地啊，在过去几个月迅速的繁忙起来，成为了 MC-130 特种作战飞机和各种隐形作战机的前沿跳板。除了军事部署，法律层面准备的更为关键，也更为隐蔽性。就在几天前，美国媒体曝光了一份司法部的秘密备忘录啊，这份文件至关重要哦。他将芬太尼等毒品流入定性为针对美国的化学战，并将委内瑞拉境内的阿拉瓜火车帮派以及与其勾连的政府高层定性为国外恐怖组织。这一纸的文件威力在于，它绕过了国会宣战的繁琐程序，赋予了总统以自卫为名发动战争的权利。也就是说，美军今晚扔下的炸弹，在华盛顿的法律逻辑里，不是战争行为，而是反恐执法。外交上呢，美国同样没有闲着。为了切断委内瑞拉的后援呢，美国在过去2个月里向多米尼加共和国、巴拿马等周边国家实施了巨大的压力啊，签署了新的安全协议，确保了美军在行动期间的空域使用权和后勤补给。事实上，委内瑞拉从去年年底在外交和地缘上就已经是一座孤岛了。既然准备如此充分，美国为什么非要选在这个时间点对委内瑞拉下死手呢？如果不看透这一层啊，我们就无法理解这场冲突的真实逻辑。官方的理由我们听听就好了。所谓的打击毒品，虽然在客观上存在需求啊，因为芬太尼的危机确实在美国国内引起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啊，但是这不足以支撑一场如此规模的军事行动。
真正的驱动力深埋在加勒比海油气田之下，以及大国博弈的棋盘之上。首先就是资源了，委内瑞拉拥有全世界最大的探明石油储量，在全员能源转型的动荡期，控制着巨大能源的阀门，对美国维持美元霸权和能源安全至关重要。马杜罗政府长期不受美国控制，将石油出口作为政治武器，这是华盛顿就无法容忍的。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就是中国和俄罗斯有关。过去20年委内瑞拉一直是中国和俄罗斯在南美洲最重要的战略伙伴之一通过石油换贷款的模式，中国在委内瑞拉不仅有巨额的经济投资，更在基础设施、能源开采甚至航天通信领域有着深入合作。俄罗斯还派出军舰访问过委内瑞拉。对于视拉美为后院的美国来说，中俄在这里的存在感就像眼中的钉子。这次危机爆发前后我们看到中国身影的微妙变化。虽然中国外交部一直在呼吁各方要保持冷静，反对外部军事干预，但实际操作层面，中国的利益正在遭受实质上的冲击。美国的海上封锁直接切断了委内瑞拉向中国输送石油影子舰队的航线美国此次攻击委内瑞拉港口和基础设施，客观上也是在物理层面摧毁中国在该国的投资资产。美国此次行动的战略逻辑非常的清晰，通过军事手段更迭政权，扶持一个亲美政权上台。新政府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必然是宣布前政府与中国签署的所谓不平等协议无效，或者对债务进行违约处理了。这不仅能让中国在委内瑞拉的数千亿投资打水漂，还能借此警告拉美的其他国家，不听话是有安全代价的。毕竟灯塔国正在重新记起门罗主义的大旗这不再是19世纪那种防御性的门罗主义，而是一个更有攻击性、排他性的新版本。通过对委内瑞拉的雷霆一击，美国在向巴西、哥伦比亚等目前由左翼力量执政的国家发出明确的信号。美洲是美国的势力范围，任何试图引入域外大国来平衡美国影响力的尝试，都将遭到最严厉的惩罚。接下来的局势就极度危险了，如果空袭无法迫使马杜罗下台，美军极有可能发动有限的地面进攻，或者策动委内瑞拉军方内部的政变。而这种动荡模式一旦开启，很有可能会波及到玻利维亚、智利等拥有丰富锂矿资源的国家。在新能源战争的背景下，这些位于美国后院的战略资源，美国是绝对不会允许他们长期掌握在对华友好的左翼政府手里。所以今晚加拉加斯的硝烟只可能是一个开始，我们可能在见证历史的转折点。美国不再掩饰其对西半球绝对控制权的渴望，他们愿意为此撕下和平的面纱，动用最直接的军事手段。毒品只是其中最小的因素，马杜罗个人也只是战争的由头之一。这是一场确立美洲新秩序，并试图将中国影响力彻底挤出西半球的战略第一步。未来几天至关重要委内瑞拉军队是否会哗变？国际社会，尤其是中国和俄罗斯将如何实质性的回应？我们将持续密切关注。好了，本期视频就差不多了，我是五人。如果你对美国进攻委内瑞拉有什么看法，欢迎到评论区进行交流。感谢您的关注、点赞、收藏，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后续的报道和分析。我们下期再见。